好，大家好，我是柳丁老师。那我现在怀孕大概是36周。那我其实从怀孕的早期，盆的关节会有一点刺痛、酸痛，尤其我自己本身是在这个我们的脊椎、肩椎跟骨盆那个肩胯关节的地方，就会觉得非常的刺痛。那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子宫被拉扯嘛，所以就会觉得大腿的根部会很酸痛。那像大家常讲的就是什么小腿抽筋啊，然后就是肋骨痛，像我如果吃饱的时候，我的肋骨就会很酸痛，就是有以上这些症状这样子。还有就是打喷嚏的时候会有这个漏尿困扰，其实这都是我们身体很奇妙的机制，然后就是因为要让生产的时候啊，宝宝可以顺利的通过产道，所以我们的荷尔蒙就让我们不管是骨盆的关节啊，还是身体的关节让它的韧带是比较松的。那当我们关节韧带比较松，我们的关节就会比较不稳定，所以会造成我们会觉得关节会刺痛、酸痛的这个现象。那其实针对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我通常就是在家里面，然后针对有哪一个部位不舒服，然后我就去特别去做一些那个部位的肌力的强化，借由我们肌肉的强化跟伸展啊，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比较稳定一点，然后可以让我们减缓这些不舒服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会示范一些在家里面啊就可以去做的运动，那我们一起开始吧。好，那第一个动作我们可以躺在床上或是沙发上，那可以帮我准备一条毛巾，那毛巾可以这种就是比我们一般洗澡擦身体再长一点的毛巾会比较好去做使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毛巾呢踩在我们脚底下，我们一只脚踩着床面，那一只脚踩着毛巾，那把我们的这只踩毛巾的这只脚伸直，膝盖伸直，那这时候其实就可以拉到我们的大腿啊跟小腿的后侧是紧紧的。对，那这动作其实就可以改善我们的大腿根部的酸痛啊，还有小腿抽筋的问题。那就可以停留个10到15秒这样子。脚底板是有点朝向自己翘起来的一个姿势。好，然后再来就是换另外一只脚。那我们就膝盖把它伸直，如果可以就可以拉得更直一点。那如果觉得已经紧绷，已经到底了，那我们就下来一点点这样子。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除了腿啊往上伸直之外，还可以稍微往外，我有一点打开的感觉。对，就是有一点伸展到我们大腿的内侧这边，我腿部是有点打开的。那一样是可以停留10到15秒的时间。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睡前啊，或是常常睡起来，觉得睡一整晚很紧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去做拉伸伸展的动作这样子。对，所以可以有点向外，就可以拉到大腿根部的内侧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毛巾如果够长的话，其实就不用说很吃力的要去拉，那也不用做弯腰的动作，就是舒服的躺着。好，这是第一个动作。好，那再来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坐在床边啊，或者是沙发上，一只脚是稳定在地上，那一只脚伸直，像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手尽量的去碰我们的脚趾头，伸直的这一只脚。对，这个动作主要呢是可以拉开我们的髋关节，就是大腿的根部，那也会觉得侧腰是有一点被伸展、被拉到的，所以其实会蛮舒服的。对，那这个动作其实不一定要摸到脚尖，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慢慢的延伸，那到哪里觉得紧的，那我们就停住就好了。对，那这个动作其实还蛮安全的，因为我们一只脚是固定在地板上。好，那就换另外一只脚，我们就可以做到另外一边。那一只脚就是伸直，我们的手可以延伸过去，停住。这时候应该会觉得就是我们的大腿根部啊，跟侧腰这边都会紧紧的，这样就是有伸展到的效果。还一样停留10到15秒，收回来，这样子。对，这就是简单的一个伸展。好，那下一个动作是我们坐着，就是把2只脚踩稳之后呢，我们把2只手放在头的后面，
那就是有点做扩胸的动作，往上看天花板，那会觉得整个胸廓都是把它打开、伸展。那停留10到15秒，对，然后放松。那我们就是保持自然的呼吸，调整一下呼吸。那我们再一次往上看，扩胸。好，然后回来，就是一个简单的伸展的动作。再来就是可以帮我准备一个瑜伽垫，还有一个毛巾这样子。我们要做的是类似弓箭步蹲的，因为我们的膝盖，我们现在要承受的重量就是比以前重很多，所以可以用毛巾啊，就是放在我们膝盖底下，这样我们在支撑地面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痛，这样子。好，那就是做一个弓箭步的姿势，这样。那其实如果会觉得左右不太平衡的话，旁边有椅子啊、桌子都可以扶着，这样。那我们就是保持身体直立，然后膝盖往前弯，我们去拉伸后面这只脚的这个髋关节，大腿根部这边应该会大腿前侧髋关节这边会觉得非常的有被拉扯的感觉。对，这个就是很常我们走路的时候会觉得紧紧的，没有办法跨太大步。但这一条筋如果有做一下伸展啊、放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走路起来会比较顺，然后也可以走大步一点。好，回来。好，那我们换另外一只脚哦。好，一只脚往前踩，然后我们可以扶着旁边的稳定的桌椅。好，往前伸展。那身体尽量保持直立，这样子。好，就是这个弓箭步蹲的动作。再来，这个动作是我们的猫牛式。那我们就四足跪，在瑜伽垫上，手掌跟膝盖支撑在地面上，这样子。对，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与肩膀同宽，所以脚跟手就可以打开一点点。好，那我们放松的时候，把肚子往下，不能背是凹的，然后往前看，放松。然后我们把肚子收起来，背往上拱，然后看自己的肚子。好，再次往前看，肚子放松，然后背是凹下去的。好，再来就是看自己的肚子，肚子缩起来，背是有点拱起来的状态。那这个动作其实可以动态的去放松我们的腰，因为我们很容易会有腰酸的一个状况产生。这个动作可以缓解腰痛，那也可以帮助宝宝就是进入到比较正常的胎位哦。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猫牛式。好，再来我们一样是趴着的姿势，把毛巾垫在我们一只膝盖的下面。这个动作是趴着的动作，在趴着的动作之下，然后我们的背是保持中立的没有过度凹，也没有过度凸，保持中立的状态。然后我们要试着把一只脚抬起来，离开地面。说在这个动作我在做的时候会觉得，还蛮刺痛的。这个动作可以训练到我们的下背。我们的腰部，那还有骨盆还有臀部附近的肌肉，那这其实可以大大的改善我们的就是骨盆附近的关节疼痛。像我前面讲，我常会健胯关节酸痛，这个动作其实就非常的好。那你真的做完之后，我就睡觉啊、翻身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好，那我们换一只脚在地上，一只脚。我们尽量的把它抬起来，对，大家可以停留个5到10秒，真的不要勉强然后如果可以就高一点，如果真的觉得没有办法，那我们就低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对，就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自己现在做，觉得还蛮吃力的，而且会觉得这是骨盆附近的肌肉都有被拉扯的感觉。好，
好，那我们再一次哦，趴着。好，一只脚，一只膝盖找好支点，那另外一只脚把它伸直。那准备好，保持平衡了之后，就把它抬离开地面。我们试试看10秒，1、2、3、4、5、6、7、8、9、10，好，很好。然后回来，喘一下，好。然后我们换另外一只脚，把它伸直。然后准备好就抬起来，1、2、3、4、5、6、7、8、9、10，好，就是这个动作，可以稳定我们的骨盆哦。好，那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可以躺下来，躺在我们的瑜伽垫上面。这个动作都要慢慢的。2只膝盖弯起来，然后就是踩着地面，然后放松。那要示范的是凯歌运动。那大家知道凯歌运动其实它是一个骨盆底肌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从外观是看不太出来的，看不出来在做什么动作。那大家可以去想象，我们在如厕的时候、小便的时候，上到一半要把尿液停住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收缩的感觉。如果一开始不熟悉，就是可以用上厕所的时候做练习。那你会觉得有那个1秒内收缩，然后又放松的那个动作。我们要的就是收缩那个动作。只是我们在做凯歌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收缩的动作从1秒延续到一次要撑住10秒，那它的效果其实会更好。这样，我们收缩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的骨盆底肌。骨盆底肌把它收紧，那我们也可以搭配一点的夹屁股动作来帮助自己，就是可以撑住10秒这样子。所以我们试试看，1、2、3、4、5、6、7、8、9、10，然后放松。从荧幕上应该看不太出来有太大的动作变化，因为它就是骨盆下面的这个内部的肌肉的一个收缩这样子。那休息就可以放松个大概20秒，让肌肉是有完全的放松这样子。好，那我们再试一次哦，就是试试看把我们的骨盆底肌肉收紧，然后配合屁股夹紧的动作，只要撑住10秒，1、2、3、4、5、6、7、8、9、10，好，然后放松，可以休息20秒。好，最后一个咯，加油！夹紧之后，开始1、2、3、4、5、6、7、8、9、10，好，很好，就可以放松。那我们起来的话，就是记得要慢慢的侧身，我觉得不要正面直接起来，那慢慢的把自己撑起来。我确定不会头晕哦，慢慢来。动作都要慢，好，慢慢的。好，那今天其实就是示范了一些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还蛮有帮助的一些动作。我觉得我一旦发现我哪里开始不舒服，那我就去做一些附近的肌群的一些运动，那我就可能1、2天内我就会觉得有改善，那我的孕期期间就会舒服很多。那我觉得这些运动对我自己蛮有帮助的，所以也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有任何就是肚子开始发胀或是有工作的情形就是可以要马上做休息这样子。那也祝大家都可以顺利生产，平安健康的把宝宝生出来。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